好，我们这一节要讲的是 genetic algorithm，或叫做基因演算法。那基因演算法呢，是属于一种叫 derivative free optimization，意思是说，它不需要去算导函数。那跟我们前面讲的方法是不太一样。前面讲的是 gradient descent，那你至少必须去计算 gradient，所以那就是一个 based on derivative 的方法。那像这一类 derivative free optimization，它的好处是说概念都很简单，写程式码也很简单，但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太慢。好。好，这是这一堂课的 outline 哦。当然是第一个是简介，然后介绍一下 GA 的基本概念，其实蛮简单的，然后给一个范例，然后最后 summary。好，GA genetic algorithms 或是演算法，它的 motivation 是什么呢？motivation 其实就是相当直觉哦，就是我们人经过了千万年的演化，那如何把这些演化的这种概念放到我们的程式码里面？那这千万年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呢，到底带来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智慧分成两部分。第一种是五官的智慧，叫 Five Senses。哦，你看得到影像，听得到声音，闻得到气味，皮肤有触觉，舌头有味觉，这都是属于五官。五官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功能。你只要小孩子慢慢成长，你这五官呢就与生俱来就会具备这些功能。但是当你慢慢长大以后，还必须学到如何学习，如何进行推理等等，这就要用到大脑内部的学习运算的各式各样的功能。那这些都是演化带来给我们人类特有的东西，特别是在这一部分，这是人类最厉害的地方。那经过了千万年的演化，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模拟这个 evolutionary process， 然后用今日目前很快的电脑，然后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呢？那所以基业基本上呢，就是希望对一个最佳化的问题，采用演化式的方式，然后找到这个最佳化问题的解。那这边放了几张图片哦，所以你眼睛一看你就知道他是谁哦。那这当然你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你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话。这些都是我们的五官所带来的与生俱来的功能。好，那这边有一些 GA 的名词说明哦。第一个叫 fitness function。fitness function 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在基业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对这个目标函数进行最大化。那第二个名词叫做 population， 就是人口。就是在我们的目标函数里面，就是有一个 parameter space，就是你所有 input 的可能都在这个 parameter space 里面。那我们每一次呢，就在这个 parameter space 里面呢，撒了几个点，这些点呢，可能100个点，可能1000个点。那我们去 evaluate 这些 samples 在这个 parameter space 里面，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高还是低？那这些 samples 呢，就叫做 population。再过来是 encoding scheme。通常呢，我们一个 sample 呢，在 parameter space 里面呢，通常是一个，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坐标点，也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参数，有时候甚至可能是一个字串。那你怎么样把它 encode 成一个 binary string， 变成2元的字串？这叫 encoding scheme。我们通常把它转成2元的字串，然后就可以对字串进行各式各样的处理。那 selection 呢，就是也是在物竞天择里面，我们怎么样把好的选出来，然后把坏的踢掉？这叫 selection。然后呢，选出来之后呢，你选出来的这些 samples， 或是在 population 里面选出一些比较好、表现比较好的个体，那你就让他们进行 crossover 跟 mutation。crossover 就等于人类的
互相交配繁衍哦，然后在基因里面会进行基因的 crossover， 基因的交换，然后基因的突变突变，这就是 crossover 跟 mutation。那还有一个机制呢，叫 elitism。elitism 意思呢，就是我们在 population 里面呢，永远把最好的 keep the best 哦，永远把最好的那几个留到下一代。那这个当然是在自然界中的演化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但是我们因为是在程式软体的 level 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永远把最好的留到下一代。好，那我们来看看如何进行 encoding、crossover 和 mutation。第一个呢叫做 encoding 呢，就是把一个在参数空间中的点，把它转成 binary string。一个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某一点是这个样子，分别有3个坐标11、6、9，那我就可以利用把这个整数呢转成 binary representation， 所以变成这样的一个表示方式。这是11的2进位表示，这是6的2进位表示，这是9的2进位表示。然后把它串起来，我们这整体呢，所以一个 sample 呢就把它变成一个 chromosome， 变成一个这 chromosome 就是染色体的意思。那这个染色体呢，你可以把它切成把它看成是很多小单位所组成，这个叫 gene 基因。那当然各位知道，在生物里面当然是也有染色体也有基因，我们只是借用它的名词来说明。所以任何一个 sample 点，在parameter space 里面的一个点，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成 chromosome。那 chromosome 呢，等于说有 chromosome 呢，就对应到这一点，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高还是低如果对应到 objective function 是高，表示这个 chromosome 呢很适合留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对应到 objective function 是低，表示这个是比较不适合留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物种。那 crossover 呢，就希望呢，假设这个 chromosome 表现也好，这个 chromosome 表现也好，那我希望经由 crossover 交换的过程呢，能够把更好的造出更好的个体。所以譬如说原先第一个字串长得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字串长得是这个样子，我就任意找一点把它切开来，切开的时候把它对接这边接这边，这边接这边，那所以就得到新的2个 chromosome 就分别长这个样子。那当然是期望说经由 crossover 之后，好的会更好然后不好的慢慢就被淘汰掉了。那另外一种可能是 mutation， 就是突变的意思。那突变做法呢，就是在 chromosome 里面任找一个 bit， 那把这 bit 呢从1变成1，1变成0，或是0变成1。那 mutation 的做法呢，就希望跳脱一个群体，跳脱一个 population， 跳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期望在那边找到更好的 objective function。所以这些呢，都是借由生物上的遗传的过程借由它的名词，然后改成用数学的操作来进行。那希望经由一代又一代的过程中分别有 crossover、mutation， 然后把好的留下来，那好的越来越好，坏的就慢慢被我们淘汰掉了。好，所以这是 reproduction 的过程怎么样重复一个族群又一个族群就是 from one generation 从一代到下一代比如这是 current generation。current generation 呢，里面我把每一个 chromosome 呢，就按照它的 fitness value， 就是它丢到 objective function 里面最高的排在最前面，那依序排下来那前面几个最好的呢，比如这几个是最好的个体表现最好，那我们今天一个 elite 人就把它直接留到下一代这个是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留到下一代，留在这里来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就挑几个比较好的，比如说我可以挑前 20% 比较好的这就是 selection 的部分。挑完以后呢，这前 20% 呢，我进行 crossover， 进行染色体的交换。交换之后呢，我可能又挑几个进行 mutation， 让它做一些突变。那突变以后，整个就移到这个 next generation。那这样一代一代继续往下走。那你可以想象，经由这 elitism 最好的一定会被留下来。所以在新的 population 里面，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一定不会变低，一定至少跟前面一样好。那其他的呢也会慢慢，因为经过 selection 的过程嘛，所以坏的就会被踢掉，好的就会必须继续留下来，一路往前走。好，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范例哦。所以前面讲到这个样子，各位应该有一点了解，大概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找出来有一个 pix function 哦，这 pix function 长得很复杂哦，长得是这个样子哦。你把 equation 打出来，长得是这个样子哦，有2个 input， 然后复杂的方程式哦。那如果你把它画出来呢，就会知道它有3个local minima， 3个 local maxima。哦，这是这个函数长的样子，那这是它的等高线。你会发觉3个这里，这3个 local maxima 在这里，分别对应到的是这里、这里和这里。那也有3个 local minima， 分别是在这里、这里，还有一点是躲在这后面，在这后面，所以分别对应到的是这里、这里和这里。那我们现在希望用 GA 能够让它找到最好的 solution 哦，最佳的值哦，所以其实最佳的值应该会集中在这一点上面。那我们先看看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子哦，先看看如果说你要去算导函数哦，我们之前也讲过，用同样的这个 pix function 跟你说明如何进行 gradient descent。那你要进行 gradient descent 呢，你第一个要算出它的 gradient 哦，如果只是用 gradient descent， 你必须算出对 x 和 y 的导函数，哦，算出来结果是这个样子，哦，当然就是很复杂一个函数，所以对于一个很复杂的目标函数，你要算它的 gradient 实际上是不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在 DNN 哦，就是 Deep Neural Net 里面，你要算 gradient 呢，其实就要用 backpropagation 哦，那 backpropagation 呢，只是一个很系统的方式来计算它的 gradient， 我写在这里 backpropagation 好，它只是一个系统化的方式来计算 gradient。那这个是 gradient descent， 只要算1次微分。如果你要用到更复杂的2次微分，哇，你可以看到2次微分在这里，就可以变得相当复杂。哦，那当然我在这里这些方程式，哦，我不是乱打的哦，这些式子呢是，当然我也不是经由手算去把它算出来，我是经由一套软体做 symbolic computation， 然后把它们的1次微分和2次微分算出来给你看。哦，这就让你知道说你要做 gradient descent 或是 derivative based optimization， 其实是有它的困难度存在，要计算 gradient。好，那这是我们先看最后的结果哦。这个在刚开始的 initial population， 我直接把它打在它的等高线图上面。一开始呢，我就把一些 population 散在这上面，我猜这 population 大概有30个左右吧，把它散在上面。然后到了第5个 generation， 你可以发觉它慢慢集中，有没有慢慢集中到最高点在这里？哦，当然还有一些点是乱跳哦，因为它有 mutation 在里面，所以总是有些点在乱跳。那到第10个 generation 哦，几乎有没有这些 population 都集中到最高点？那它的 performance 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最好的 performance， 因为有 elitism， 所以它只会一路爬高，它不会往下掉。哦，那平均的 performance 在这里。哦，那最坏的呢？你会发觉最坏就会跳来跳去，因为它有 mutation。mutation 总是可能一跳到一个很坏的结果。哦，比如说在这里或者在这里，但是很有可能它会跳到一个新的 local maxima， 甚至可能跳到 global maxima 附近，然后从那边继续往上走。那这样的话就有机会找到最好的最大的值，所以这边它就会puris 总是会乱跳来跳去。好，我们把它讲完哦，再来看一个 demo 哦。所以 GA 的 property 呢，我们看它的好处哦，它的强处呢是非常简单哦，那概念非常简单，就把演化的概念拉进来，然后
看起来也是非常 intuitive， 非常直觉。然后呢 ，implementation 也非常简单哦，因为你这样一再把你的在 parameter space 里面的点呢，把它变成 binary， 那剩下就是 mutation、selection、mutation、crossover 反复进行就可以了。那因为它很简单，所以它可以造出各式各样的变形出来。那第三点比较重要，它就是 parallel， 它完全不会有在计算的过程中呢，几乎是每一点就是平行在运算。除了要进行 crossover， 除了要进行 selection、crossover 和 mutation 之外，其实它都是平行的在进行。那这三个优点呢，其实最大的优点是在下面这一点可以平行进行。那我这边讲的是 which seems intuitive， 就是看起来很直觉，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很直觉。尤其是在 mutation， 你说 mutation 会把好的留下来吗？这个呢，我打一个问号，因为就 depends on 你怎么样把你的在sample 点把它转成你的chromosome， 所以这个 encoding scheme 非常重要。那如何能够把经由 crossover 之后呢，好的能够留下来？这一点呢，其实是不太容易。好，那再我们来看它的缺点。缺点第一个是非常难分析这不用讲，你看它整个过程中就是有点乱然后非常慢compared to the derivative based optimization 这个不可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它程式码很简单的情况下，它一定会很慢。那你又花很多时间在计算 gradient， 那它的整个最佳化过程当然就会比较快一点那在这里，因为你不计算 gradient， 所以程式码会变得非常简单，但是运算呢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找出它的最大值出来，然后没有保证能够找到 global optima。这个问题也不用再讲了，其实任何的最佳化的方法任何所有的方法都没有办法保证你能找到 global optima。那你 GA 的成功呢，事实上是 depends on 就是 good encoding scheme。那 encoding scheme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保持经由 crossover 好还要更好这件事情，要能够保持下来。但是用讲的容易，真的要做的时候，其实不见得做得到。那最后给各位看一下一段小故事这个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舞蹈家给大文豪萧伯纳写了一个情书赞叹自己多美那希望能够跟萧伯纳交往那他甚至说直接对他表白说，将来如果生一个孩子，能具有你的智慧和我的外貌这样该有多好就是在勾搭他但萧伯纳就是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好意，他说你讲的很好，但是如果你生出来孩子只有我这样的外貌和你那样的智慧那怎么办？那不就糟透了所以这个是文学家的幽默同时跟你讲说 crossover 并没有办法保证好的一定会更好，所以怎么样有一个好的 encoding schem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展示。我直接跳到没了各位可以看一下刚开始它的因为经由每一次的 generation 这个 population 呢就越来越集中所以集中到这个最高点在这里。我把它拉开来，让各位看一下它的左边是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一个很漂亮的图形，那右边是在经由 genetic algorithm 的过程中，族群慢慢集中到最高点，然后最后呢，这边出来的是，可以看到这里，那最好的一下就跳上去了，然后 average 有高有低，那这个 poorest 就一定会跳来跳去，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有 mutation 在上面，所以它就没办法，就没办法知道它会跳到哪里。
好，我们很快的再看一遍哦，各位注意看一下它的population，我刚才是全部散开来，然后慢慢集中到第3代、第4代，因为一直在集中，到了第8代、第9代、第10代，到第10代的时候，几乎就已经集中到那里去了。那但是它有时候会又跳远，那就是 mutation 的原因，让它跳离开来。哦，那当然，如果跟进行 gradient descent 就会比这快很多，而不需要这样反复的去计算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好，那今天有关于我们的genetic algorithm 就讲到这里。